好，川普本来是要协调这个俄乌之间的事情嘛，讲到了稀土，他一讲到这个稀土，现在各方端上了稀土来啊，然后原来你美国需要，我想跟你做一个朋友，是不是？就大家开始纷纷端上来。那当然，我们先来看一下本周五，也就是28号就是美乌要进行这个矿产协议啊。那现在已经协议有抢先曝光有11点内容。那这是根据基辅独立报的这个曝光就现在目前对于矿产协议已经有一个版本了。那我们看泽伦斯基的讲法，他说乌国跟美国达成的这个是最终协议版本，但是这不涉及乌克兰的任何债务不包含那个5000亿美元，或者是3500亿，或者是1500亿。他说这些债务对他来说是不公平的，就对乌克兰来说这是不公平的。但是呢，这个矿产协议是一个框架协议，后续呢也会来设立基金来进一步就是这个协议再往下走下去那泽伦斯基周五的时候就要去到美国，他说要问3个问题这你看他这一番话有没有很像那种就是好像人家要分手，然后他去挽回。他说第一个，你还支不支持乌克兰？第二个，还能不能从你这边买到武器第三个，就是乌克兰能否用这个俄罗斯被冻结的资产来买武器呢？所以讲起来就是让大家觉得不胜唏嘘就是当时泽伦斯基有没有想到这场战争会走到这一步呢？就是最后被美国给抛弃那样子那普丁也喊话，因为那个川普讲说要稀土嘛，普丁说我们也有稀土就是川普也回应他了，就说可以的话我也想买就展现出来说我们也 OK， 就是你如果有我都要通通都拿下。那现在澳洲的稀土巨头也喊话说我们也有你想要的稀土就变成现在好像他喊出了稀土之后，各方都说我们都可以来做一个交易来协商那再来美俄现在有点是不是唱双簧因为川普又语出惊人，他讲说欧洲你应该要去保护乌克兰，美国是不会额外提出承诺的那再次漠视这个乌克兰加入北约的这样的一个愿望。他说北约你可以不用提啦这件事情就是这场俄乌战的起因那如果换成欧洲来保护的话，那欧洲要进来维和部队，换俄罗斯讲话了，俄罗斯说不会接受任何选项，因为只要有欧洲的维和部队就会让欧洲加剧冲突，所以美俄一搭一唱，所以现在看起来欧洲也好乌克兰也好，真是心里很害怕那德国的这个总理热门人选就讲说，现在德国自己必须要靠自己因为美国并不关心所以我们要加强自己的防卫能力那还有华尔街日报也讲，就是欧洲现在正在权衡要增加国防开支的选项，这发现到头来这个美国也没有要管欧洲那再来看看这个川普川普对欧洲是怎么样的心态呢？你从他这一番话可以看得出来，他说欧盟是成立是为了要压垮美国，他给你冠了一个罪名，所以呢现在要祭出25%的关税，合情合理因为你就是要来压垮美国就是一个帽子扣下去之后，他现在要开始对欧洲征关税，不但是说对于欧洲就是我北约也不想管你了，然后你们要增加军费你们自己去管乌克兰，还要转头过来跟你加税他说用不同的方式来利用了我们美国，他们不接受我们的车本质上也不接受我们的农产品，用各种理由拒绝那欧盟你就是来压垮我们美国的，所以必须要来给你一些颜色瞧瞧。那这样子的话讲出来，本来这个欧盟外交跟安全政策的高级代表要跟卢比奥来见面是在26号见面，那临时就赶快取消了，是不是跟这个有关呢？很有可能那再来也有记者去问说这个如果允许俄罗斯保留乌克兰的战地，是不是也向中国大陆释放了危险的讯号呢？他川普是讲说有胆试试看就是半开玩笑的这样的语气那的确你现在看川普这个不论是处理俄乌的事情，或是对待欧盟的感觉，你都可以看到这个中东欧真的是被川普搅得一团乱大家人人自危那种感受。所以中国大陆昨天也发布了一个讯息，就是呢他们现在让这个等于说这个这个是什么？华春莹现在又有多一个职务就根据他们这个中国大陆中东欧国家合作秘书处的网站显示呢，华春莹要去担任就增加一个职务就是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秘书处的秘书长。所以原本这边已经是有这个卢家野嘛卢沙野，所以现在是不是要加码一些人手来应对美国搅乱的这个局面呢？
那首先我们来请教一下介老师。对，其实就是川普上任以后啊，他在积极处理俄乌战争的善后。基本上，川普就是说怎么样终结这场战争。那最棘手的问题，川普已经站在俄罗斯这边了。第一个就是北约不要想啊，乌克兰不要加北约，不要说20年不谈，200年也没有。那第二个就是说，你1994年以前，就是说这些乌克兰领土啊，这个不切实际，所以你别想拿回去。那其次呢，这都是俄罗斯的基本条件啊，也就是说，你川普你要来找我普丁的话，这几个前提你不点头的话，没有下一步。所以川普基本上都照单全收了，而且叫他的国防部长讲得蛮清楚的嘛，跟北约跟欧洲都讲得很清楚了。那接下来就是说，川普还要讨债，他认为就是说，我不管当时这个拜登不管用什么方式给你，那可是你的钱我要回来。对，那这个就是大概川普大概几点重点啦，因为他们不会去管太多细节，就几个重点。那你就看着这些提出来以后呢，事实上你就看到泽伦斯基的抗拒跟什么挫折，到最后悲哀，到最后投降。那个我看很多人报道说，他礼拜五到这个华盛顿，他是签什么？签城下之盟。哪有说2个国家签一个条约跑到美国的华盛顿去签的？为什么不在基辅签？对，就是城下之盟。而且他本来说，泽连斯基讲了很多讲给他说，第一个，你们当时你们给我们的钱，你没有说你要收回啊，对不对？拜登说没有要收回啊，那你现在突然说是借款，你那时候是正款，你没有跟我看条件你就给我了，现在你突然换了一个老板，你就回来说那是借款，要把钱收回来。你说3500亿，泽连斯基你哪有3500亿？一共加起来就1700亿，对啊，而且说了很多。那而且呢，泽伦斯基也对这个川普的几个特使发飙，包括就是对这个川普的这个财政部长，对，发飙。然后呢，听说在外面人听到里面这个泽伦斯基对那个美国财政部长大吼大叫，对，完全失控。那又怎么样呢？对不对？他从不接受到挫折发怒，到最后什么？他后来痛哭流涕了。现在干嘛？现在就跪地求饶了。他问了几个问题，就是说，那你到底要不要继续给我武器？你要不要继续给我什么？你要不要继续支持我？也就是川普根本懒得理他。川普说，你这样子闹的话，基本上你那个军援就没有了，金援就了，你们去打空气吧，就这么简单。所以我觉得泽伦斯基根本就没有谈判的筹码啦，所以基本上他今天就是说去签城下之盟那早就命中注定了。那欧洲更，我就一句话终结欧洲在这个川普上任以后对俄乌问题的这个看法，就是怎么样？就是虚伪作态讲一些空话，然后拿30亿给这个说要这个3月就可以拿30亿给乌克兰。对不起，乌克兰搞不好1个礼拜就需要30亿，你1个礼拜完了以后你给什么？所以乌克兰有今天走到今天这条路的话，如果他们自己当初没有自知之明落到今天这个下场那不能怪别人怪乌克兰自己选出了那么一个这么烂的总统。好，来请教杨老师。现在乌克兰的这个俄乌战场的这个战情况我觉得3个原因，其实大家都希望赶快停火停战，这是没有错的。第一个是战场上的这个情况，其实已经都是俄罗斯的军队占优势了。乌克兰的兵员也好，士气也好，其实都已经不知道能撑多久。那第二个是从美国到欧洲能够再给的援助，不管是军事经济的援助，已经是每况愈下了。第3个最重要的是，从乌克兰人民到欧洲人民到美国人民都觉得这个战争打了3年 ，enough is enough。所以川普现在要结束这个战争，他要很快的结束这个战争，他因此在联合国安理会里面提案，他说要快速的结束这个战争，他哀悼俄乌的冲突造成的生命损失。他说联合国的宗旨是维持国际和平安全，因此要迅速结束俄乌冲突。结果美国、俄罗斯、中国都投赞成票，10个赞成票通过。可是呢，英国、法国弃权，为什么？因为普
他要跟普丁直接会谈，这可以理解，因为你要让会谈其实很多的成员，而且是过去由拜登所塑造出来的欧洲的政治精英跟泽伦斯基。当然，对于现在即使是战场上失利，人民也希望赶快结束，可是他们过去所诉求的那些对抗侵略，还有他们自己的政治利益跟理念，怎么去转换，这变成很大的考验。那可是川普又是非常的巧取豪夺式的，毫不留情面谴责泽伦斯基。那欧洲都感觉自己被抛弃了。当万斯在慕尼黑安全会议做演讲的时候，隔一天慕尼黑安全会议的主席做节目结束的这个致辞的时候，哽咽痛哭，他觉得被抛弃了。其实欧洲过去这30年来，冷战结束，欧洲从来没有知道自己的安全利益、自己的政策是什么，基本上都是在跟随着美国。北约要东扩，1999、2004到现在2008加入了这个乌克兰。北约加入乌克兰的意义何在？你只不过是把整个欧洲推到了俄罗斯的边缘去跟他强碰，而美国才知道，其实这就是他要的目的。所以，其实现在看起来，欧洲国家一定要自己要深刻的反省。我已经看到了德国的未来的新总理梅尔兹，他已经这么说了，可是做得到吗？他能够抛弃美国吗？我看是很难。好，请教将军。泽伦斯基要到美国去访问，提出这3个条件呢，要叫跟美国来谈呢，我认为这是不着边际，感觉到是自欺欺人，不务实。因为第二个，他说这个要向美国，这个乌克兰是不是要向美国购买武器？现在乌克兰已经囊空如洗啊，家徒四壁啊。还有钱哪有钱去买美国的武器？所以第2条根本是不存在的，没有钱，天底下哪有白吃的午餐？美国再继续免费供应大批的这个武器、弹药、战机、火炮、火箭给乌克兰，这不可能的事情呢。我认为他不务实，他开这个3个清单没有一个可以实现的。第3个，他这么讲，乌克兰能否用被冻结的俄罗斯的资产来买武器？怎么可能？这怎么可能用俄罗斯？俄罗斯连国土都占你的领土都不放了，怎么可能可以用动用俄罗斯的钱去买给这个乌克兰去买武器？不可能的事情啊！我认为他这个俄罗斯在谈判桌上是非常强势的，泽伦斯基看不出来，他这个战略的判断是非常有很大的问题。俄罗斯普丁他是有很大的、很强烈的战略野心，泽伦斯基也看不出来。所以他都在做一些战略的误判，造成现在乌克兰陷于万劫不复。你看他上次讲了，他要发挥909年来乌克兰来还债，900年呢，这是不得了的事情嘛。所以我看这个泽伦斯基到现在为止啊，还没有醒悟，还讲一些不着边际的。那我们先来看欧洲要去驻军乌克兰的可能性高不高？我认为不高。因为你光看欧盟他自己的国家就各吹各调，很难统合，因为大家多头马车，怎么样去整合都有问题，有的说要，有的说不要，各有各的考量，所以要能够达成这个欧盟去驻军到乌克兰，我认为困难度很高。第2个问题就是在俄罗斯点不点头，俄罗斯根本不点头，你干嘛要驻军？你这时候驻军的话，那个俄罗斯他会采什么样？他可能采敌对立场哦，那对乌克兰会更不利哦，会变成这个状况。那这样的话，欧洲想要驻军反而坏了乌克兰，为什么？因为俄罗斯会加大对乌克兰的这方面的攻势跟这个政治上、军事上的压力，那乌克兰还是在活下去嘛？不可能的事情嘛。那我们来看呢，欧洲想要驻军在乌克兰的最佳的时机已经过去了。在战争之初，在乌克兰俄乌战争之初的时候，欧盟应该介入帮忙，在这个战争之初你介入嘛？战争之初不介入，3年都不介入，现在想要介入，最好的时机已经过去了。黄鹤已去不复返，所以这是欧洲想要驻军乌克兰的写照，可行性非常的低。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好，
我们来看看川普的疯狂哦。那这其实呢，川普自己在他的这个 True Social 上面分享了一段他在这个海滩边哦，就像在加萨一般，还跟着这个等于说纳坦雅胡两个人一起晒日光浴。我们来看看这个画面哦。好，这段画面是他自己 po 在他的这个 True Social 上面哦，那就勾勒说，接下来对于加萨地区的下一步行动，那影片相当的荒诞哦，就包含了有川普的铜像，然后跳着肚皮舞的女郎，撒钱的马斯克哦，以及呢这个川普跟纳坦雅胡一起在海边晒日光浴、喝鸡尾酒的画面，他自己 po 这段画面的哦，就让大家觉得说，天哪，这个川普真的是很疯哦。那再来看到这个川普哦，他还看到这个。墨西哥湾变成了美国湾啊！他说他自己看的都感动到自己了。我们来听一听。And if you look at that shoreline, look at that shoreline. Look, from Florida, well, most of it is, it's called America. I'm just admiring it as I look at it. I'm getting teary-eyed, but I don't want you to say Trump broke down and started crying. No, how beautiful is that? Look at the shoreline. Look at that. 对，川普就是这个样子。他想展现出来，他要拿这一块地，或者是他觉得这个地方属于他，完全不掩饰的哟。那再来，我们看到了，现在有一些美国的这个什么众议员，要拍马屁，有人甚至高调的宣布说，我们是不是应该提一个法案呢？就是说，接下来哦，面值250美元的新钞票上面应该要把川普的头像印上来啊。那这个理由是因为拜登通货膨胀摧毁了经济哦，但是呢，最有价值的钞票要献给最有价值的总统哦，那就被吐槽啊，就大陆的这个网友们就讲说，川普要是知道这250的意思的话，会不会有点生气啊？这250有一点谐音啊，是不是有一点好像要偷臭川普嘞？就还有这样的一个讨论哦。那再来，我们看到这个马斯克啊，因为现在引起了很多争议啊，但是川普是很力挺他的哦，他甚至在开这个内阁会议的时候，对一些官员讲，谁不爽马斯克啊？那就把他给轰出去了，所以代表说他站在马斯克这一边，甚至连这个 Doge 有一些这个员工哦，21名员工就1/3哦要集体请辞，马斯克甚至反呛，就说好啊，那你们就辞啊，不辞也是被开除哦，就反正讲话就是底气很足啊。那甚至还现在有讲说，这个 Doge 里面呢，首长哦，好像不是马斯克，反倒是另外一位这个有医疗管理行业的背景的专家，才是真正的这个首长哦。那马斯克算是白宫办公厅的雇员身份哦，而且也是这个总统的高级顾问，所以反正就算是一个非事务官的特殊角色就对了。那还有人家讲说，马斯克现在会不会变成这对于中国大陆来说的话，是一个中美沟通的另外一个桥梁，好像比较是对于中国大陆在扮演白脸的角色，因为他就大刀砍向了这 USAID 还有这个 NED 嘛，现在面临到了NED 也要断炊停摆， USAID 是大幅度的砍人啊。那现在这个中国外交部不是之前有点名啊，这个颜色革命的白手套就是这个 NED 哦。那2月25号的时候呢，他们官方发声明，现在目前已经没有办法动用国会所拨合的资金了，所以现在恐怕对于全球2000个合作伙伴的支持都要被迫暂停啊。那还有美国议员就有警告啦，说北京会不会利用马斯克来影响华府的对华政策呢？因为本来这些组织哦，也都是好像要这个要颠覆一些各国，就是跟美国不是站在同一边的哦，我就要用什么颜色革命来影响你啊，或 USAID 这种方法。但是呢，你这样砍掉之后，我们就没有办法去影响这些啦，所以他们就有这样子来指控马斯克。那另外我们来看看啊，因为马斯克也有被人家质疑说，你都重心都摆在这些政策上面，你特斯拉都不管啦。那还有特斯拉也是得罪了很多这些车主们哦。你看像这个有这样被拍到，就是 Cybertruck 被喷上了一些脏话，甚至在骂马斯克啊。他们就讲说，哇，这个特斯拉品牌是不是已经完蛋了？有可能要赶快卖车了。那所以特斯拉是不是没有心在做车了呢？反观你要面对到这个中美的电动车战哦。刚刚看到这个微博的热搜第1名啊，是雷军竟然变成了中国首富哦。那主要是因为这个小米今晚要发布一个全新的豪车。
那说要冲击到豪车市场，所以它股价就蹭一个上去啊，它就变成了新首富，身价飙到了4400亿啊，就是一度成为了首富，超越了钟闪闪跟张英明哦，但是后来又稍微回来了一点，但是也反映出来市场对于小米的期待。那雷军也说非常激动，今天晚上7点呢，小米SU7 Ultra 要发布啦，这也会冲击到接下来中国大陆的豪车市场，意义非凡。那大摩也提到了，就说现在中美的电动车哦，应该是要用一种合作的形态啊，就是包含了特斯拉还有美国3大传统巨头啊，在中国大陆的市场啊，智慧驾驶有一些竞争压力，所以有可能会改变格局，就是接下来这个中国大陆跟美国应该要采取合作浪潮吗？那首先我们来请教一下介老师。其实川普现在他这个，因为他很独裁的结果啊，而且他身边的人都是要对他表示忠诚以后才能坐到那个位置，而且都是怎么讲呢？很少他的周边的人能够跟他讲相反的话，都是顺着他的意志啊。所以他现在已经有这个准独裁者的架势了，然后甚至拍马屁的人也出来了。在前一阵子就变成他在一个集会里面那下面有人开始喊一句话，那川普呢乐不可支啊，笑得自己都没有办法停下来。你知道他们喊什么？他们是 4 more years， 什么意思？就是说再继续连任这样，还要再干4年，意思就是说他这一任干完，他还可以连任。所以呢，这就牵涉到可能要修改美国的法律的，因为宪法了，因为美国是只能连任1次啊。那川普是不是不可能的？以他这种避世一切既有的游戏规则的这种态度修个宪法有什么不行？所以呢，川普是不是要干第3任？现在看起来已经有人在抬轿了，而且抬轿是美国共和党的这个众议员，也不是那种可以用那些小钱可以买来的一些什么样那种保皇党的那种所以他现在真的是才1个月就已经有一点点怎么样，有一点得意忘形的感觉。然后呢，他不但左踢左打这个加萨走廊，哇，把加萨走廊形容成这个他将来可以打造出了一个新的人间天堂一样那他忘记了加萨走廊不是美国的领土，他凭什么去占美国领土？联合国的决议，世界各国决议，加萨走廊是巴勒斯坦人的国土对，他凭什么在没有得到巴勒斯坦人的这种任何同意之下，就去那边可以为所欲为吗？所以这是很有趣的。另外，在他的 True Social 里面他真的对加拿大简直是完全怎么样不予尊重。他最近又写了一篇加拿大的，他在讲加拿大，就讲说加拿大有一位先生真的头脑很清楚，而且他支持我，就是加拿大加入美国的话，什么问题都解决了，也不要缴关税。然后呢，还要得到免费的保护，如何讲一大堆好处。然后他说那个 Governor Trudeau， 他现在叫这个杜鲁道从来不称这个 Prime Minister， 从来就叫他 Governor。这个对于加拿大这个国家还有一点起码的尊重吗？完全没有尊重了。我觉得这个川普现在1个月他做了很多，自认为做了很多了不起的事情可是呢，他后面还有多少？还有3年11个月。这3年11个月，你已经看出来了，这个马斯克的这个 Tesla 事实上经营上会有问题，很多人对 Tesla 已经开始抵制了。另外就变成，虽然他一直支持这个马斯克，可是美国现在全美各地尤其是联邦公务员在走上街头的人数跟次数已经越来越增加了。所以呢，我们就看这个川普跟美国的社会这一场战争到底是鹿死谁手最后谁占上风？我们是很好奇的。不过他把这个美国民主基金会把他的钱扣掉真的让世界各国可以得到一些安宁，这倒是对国际社会的一大贡献。好，请教杨老师。马斯克有一次上个礼拜在一个场合在华盛顿的聚会，他拿了一把电锯，啪，然后这样子，那是谁送给他的？那是阿根廷总统米莱，他送给他说：“你要把这个电锯去砍掉美国的官僚主义。”因为米莱也是极右翼的这个就是极端个人这个自由主义那一把，那他也是在改造阿根廷那
上个礼拜马斯克就要求所有的这些相关的联邦的雇员，你要在三天之内啊，你要写出一个文件，啊，你说你到底留下来的价值何在？哦，那现在开始呢，他陆续在检视了，有些人有写，大部分人还是写了，有些人没有写，就把没有写的就准备要离开了。那据说他自己的这个 Dodge 里面，有1/3的员工，这就21位。那21位其实从各个地方临时组成为这个 Dodge， 本来就他认为是属于就是民主党的这些人啊。所以马斯克其实是在做这个政府的瘦身啊。然后呢，他也针对就是 USAID 发现到，掌握400亿美元大发就是所谓人道跟经济援助之外，他还给了好多国际的媒体。然后呢，还给一大堆国家的公民团体，包含台湾。台湾，我们现在看到，民进党不分区第1名，男性第1名沈伯洋立委，他过去这6年从美国回来，6年一下就蹦到变成民进党不分区的立委第1名，比柯建铭还要前面。我们以为他是因为这个黑熊部队，但那个时候并没有那么多的名气，或者是说曹信成在后面金援赞助。但最近知道曹信成大概比较喜欢买钻石。那没有在连这个下棋输给沈君山的2000万台币都没有再付，清华大学证实。所以后来知道，原来马斯克揭露出来，沈伯洋的3个参与的基金会陆续收到加起来将近5700万台币的捐款，我都不知道他怎么用的，6年之内，那在做什么东西？所以马斯克把这个都揭露出来，把它都砍掉了。其实我觉得很多人是拍手叫好，但是问题是，你是作为一个个人，你现在根本连这个教育部的部长都不是，你只是一个就是川普的政府的白宫的就是说忠实伙伴或雇员，你这样子做是不是违反一个体制？而且你真的是在做瘦身，还是说你其实是已经介入到美国的政党斗争、民主共和？不管它是什么理由 ，DEI 或者是任何东西。其实你变成一个执行者，那当然川普就帮你叫好，而最后呢，可能你必须要背负你这样子的一个责任，甚至被骂名。好，请教将军。这川普的这个加沙愿景呢，我认为他想要把它打造成蔚蓝海岸呢，我认为这个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它其实不在加沙，因为这个国际的反对。这个蔚蓝海岸这种加沙地区被美国来这边做建设做经营，国际是反对的。中东地区所有的国家除了以色列之外，全部都反对，没有一个赞成。那美国愿意面对那么大的反对的声浪吗？我认为是有问题，因为加沙总共才360平方公里，太小了，就那么大。川普的真正的目标是格陵兰216万平方公里，大的太多啦。大概这个台湾才36000呐，36000平方公里，它是216万平方公里，它的意思是在格陵兰呐，那格陵兰面积够大。第二个，格陵兰的矿产非常丰富，它的它没有开发，都在下面，对吧？因为它只是大家知道，那纬度高62度以北嘛，北纬62度以北嘛，那个地方都在冰层下面，但是矿产非常的丰富，而且还有一个格陵兰的战略地位非常重要。那现在。既然俄乌战要告一段落，可能普丁在这一方面对格陵兰，美国川普对格陵兰这一方面的战略这种想法，想要去拿到格陵兰，可能普丁可以帮他一把，因为很多是大国利益交换。那现在川普反而不提格陵兰了，反而一直讲到加沙了。真正的我认为醉翁之意是在格陵兰，你要从这个地方来看，醉翁之意不在酒。另外我们来看马斯克他现在就让没有成为这个 DOG 的这个我们讲到他这个超部会的这个首长，但是他的重要性我们可以知道，在川普的眼中那是无可替代的，因为马斯克非常有钱，比川普还有钱。马斯克现在的财产3600亿美元，大概换算成台币的话，11兆，就是11万个亿的新台币，太有钱了啦。欢迎收看《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翟轩。马上欢迎一下这个阶段加入我们讨论来宾，前国安会副秘书长杨永明。翟轩好，各位朋友好。前大使谢文吉。翟轩好，各位朋友大家好。
前空军副司令张延廷。载勋好，大家好。好，关注一下哦。昨天一个大家这个听到的消息，讲说哇，现在台海是不是挺紧张的哟？因为呢，075型的舰队封锁了高雄港啊，在这个地方，在高雄港的外头哦。那它其实呢是进行了射击训练，那是在2月10号、11号。那它的这个行程哦，是从这个冲绳本岛的这个宫古岛的之间的海域哦，进入到了太平洋。那包含了075的2栖攻击舰安徽号，以及071的船坞登陆舰这个4名山号这些舰船。那这个舰船等于说绕行了台湾大半圈哦。那最后是在高雄屏东外海大概40里处来进行军演，等于说好像是要演练封锁高雄港以及巴士海峡这样子的通道哦，等于是把台湾的命脉啊给锁住了。这样子突然的这个军演哦，我们来看看这个昨天的一些相关画面。中共舰艇黄冈舰，这是中华民国海军苏澳舰广播。中共舰艇在我专属经济区划设禁限区，欲实施海上射击，违反联合国海洋法公约56条及58条规定，严重影响海空域飞航安全，请立即停止上述危险行动。好，等于说解放军进行了无预警的这样的射击训练哦。那昨天总统府就立刻跳出来讲啊，台海、印太地区的和平稳定是国际社会的最大共识，而且牵涉到全球共同核心利益哦。因此，对于中国大陆呢破坏区域和平稳定的行为，表达严厉的谴责啊。那还有包含国防部的衡山指挥所也立即提升战备哦，那并检派3军部队进行监控跟警戒。是怎么样的警戒呢？就是难道就是发个声明吗？就不晓得，就没有太多的详情哦。那但是呢，我们也来看一下国安人士啊，讲说这个是要叫价啦，就是要换取国际叫价的空间哦。这波挑衅的背后动机，应该就是解放军哦，就是中国大陆他们两会前要展现硬实力，希望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取得叫价空间。但是这样子看下来，也有人讲说，是不是赖清德就是没辙？对于这样的一些行动，最后就只能出来谴责，严厉谴责，就这样子而已嘛。那再来，我们看看，其实解放军动作真的是越来越多哦。那我们的高屏外海这边其实有看到，这2周呢，解放军有包含了在越南、澳洲外海来实兵演练，对于这个菲律宾进行了军事威慑，还有跟美法等国近期也有这些印太地区就是等于说跟美法他们变成分庭抗礼的这种状态。那还有呢，央视也发布了055驱逐舰、这个遵义舰、衡阳舰、微山湖舰组成的舰艇编队，在这个南太平洋这个地方展开远海的实战化演练。我们来看看。发现不明水面目标向我高速接近，判明为敌自杀式无人艇，主炮注意对海射击，打击敌无人艇。快往那把放！好，所以看到这个解放军的动作真的是越来越频繁，然后密集，然后强度也是越来越强哦。那甚至他们还有讲到说，这个若有战必召回哦，就是他们新修订通过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内务条例哦，从2025年4月1号开始实行。那条例当中明确公布退役誓词哦，第15条规定，军人退出现役时通常呢就是要向这个军旗告别，然后进行宣誓。但是若有战的话，就是必召回，就是随时备战的状态哦。那另外我们看看日本防务省也有提到说，解放军呢有这些无人机啊，还有这个 BZK005 无人机，还有一架军用代号攻击2的无人机呢，经过了冲绳本岛还有宫古岛之间的空域进入到了太平洋，然后就沿着这个冲绳本岛的南部飞行，然后到这个奄美大岛附近之后呢，掉头循原路折返。那这是代表什么呢？那其实现在为了要应对可能的台海危机，日本他们现在也在这个与那国岛有进行一些军事化的这种状况那他们现在岛上的一些森林山脉树立了一些雷达站，南部的牧场也变成了日本陆上自卫队以及与那国岛的营地来取代。美日他们现在在举行一些联合的演训，那计划要增加一些新导弹部队，然后扩建小型的机场跟
港口，来因应未来有可能就是台海冲突的时候啊，它这个地方就算是一个前线地带啊，所以日本也动作很大。但是你就看周边呢，解放军动作也很大，美日动作也很大，但是台湾呢，台湾就不知道应对上面是做好准备了吗？那再来看看川普这一番话，不知道有没有点醒台湾的一些人哦？因为昨天也有这个记者去问到川普，就说会不会阻止中国武力犯台呢？他说我从不对这个发表评论哦，因为我不希望自己陷入那样的立场。如果这样我讲，我也不会对你们说，我是对其他人说，也许是对这张桌子周围的人说。而且他还表示呢，他跟习近平的关系非常好，也希望促进呢美对陆关系的改善。那我们看外交事务就讲了一番话哦，它里面有一篇评论文章，就是台湾执拗症哦，就是美国的战略不应该要压注在一场无法取胜的战争啊。现在台湾的命题让美国决策者就是很难，夜不能寐哦。那虽然一旦中国大陆武力攻台的话，美国将会面临史上最严峻的外交政策抉择之一哦。因为其实从1945年以来，美国就已经没有再跟大国产生一些冲突了，就是韩战、越战、伊拉克、美军二战之后，其实都没有跟大国在打仗。难道美国会为了台湾而打吗？应该不至于哦。那现在纽时就讲啦，这个川普弃屋，其实对于台湾来说的话，真的是加深了疑美论哦。不过，这个是我们看到另外一方面的消息，在自由时报上面看到的都是什么呢？都是比方说像是卢比奥讲说半夜收到情报也会履行承诺一定会强烈捍卫台湾所以他好像没有讲到说川普并不会阻止中国武力犯台这一番话哦，就是是不是片段式的告诉台湾一些讯息？我们也来问一下介老师怎么看？我想就是说现在这个台湾跟大陆的关系已经有剧烈的转变我们过去认为两岸就是这个维持和平还是可行的现在看起来这个整个情势有很剧烈的转变。也就是说，我认为这一次大陆在台湾周边进行这种封锁高雄港这样子的一个军演事实上是有针对性的。也就是说，我的推估就是我们的中央社突然发布一个新闻，就是这个眼镜蛇这个眼镜蛇在泰国演习我们台湾有人参加了开幕式。这个就是说高调的宣传，是不是有人参加？什么人参加我们也不清楚。可是问题就变成这个模糊性在国际上，在台湾这个不管是绿媒都大做渲染的情况之下在过去的话，中国大陆大概就是军事发言人讲一些话也就过去了。可现在中国大陆看起来它的回应方式就变成它是用比较提升的军事动作。那升高的军事动作来回应，然后呢，事实上的话，我们过去每次谈到大陆的军演的话，感觉它都是怎么讲呢？可以随时由言转战。也就是说，它距离我们的距离，还有它针对的这个演习的目标都是越来越具体了，而且事前也没有预警，然后呢就突然就发崩。所以事实上，我觉得现在两岸的关系是非常的紧张，非常紧张。那再加上美国的这个新的政府为了两岸关系也在是一个不很明确的状态之下。虽然川普说这个事情我绝对不讲 I'll never say that， 然后呢可是问题never say that 跟他过去的所谓的战略性模糊好像又有一点不一样。然后呢最近看起来这个大陆又有一点这个美国又有一点要提升完台湾牌的感觉。比如说前2天美国国防部就宣布就是说美国因为川普一上台以后下了一个通令，所有的军事外援全部停驻。结果呢前2天突然宣布台湾排除在外。也就是台湾的军事援助继续。那这个就变成就是说有一种感觉，就是说美国事实上并没有因为换了一个总统对台海的政策跟过去的路线有一些改变，看起来继续利用台湾作为跟中国大陆谈判或者说竞争或者对抗的一个筹码的这个态势，基本上好像比过去还要更往前走一步。
那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如果我们台湾本身的态度在跟美国是完全配合，甚至我们不能够让对大陆解除对我们现在这个政权他们的一个台独的倾向积极走向台独倾向的话，我想两岸关系会走得越来越紧张，而这个紧张的面向会在军事上面。那大陆现在就是说，经过差不多10年磨一剑好了，或者更长的时间它现在的军力事实上在台海上已经越来越取得优势了。可是问题就是说，美国的对台海的这个，我们就台湾的这个将来两岸战争这个战略也很清楚了，基本上就是希望解放军把解放军吸引到台湾的岛内来进行岛内的长期的这种巷战，甚至游击战。那这些都是过去是想象都不会去想象的，现在好像越来越变成越来越接近真实。那这个是值得我们所有台湾人要好好来仔细思考的。实际上这个情势继续往这个方向走呢，还是我们大家来想一些办法然后来改变我们的命运。好，请教杨老师。这075的安徽舰，它是一个2栖攻击舰，它2002年才正式开始服役，相当新。中国大陆大概有3艘075的2栖攻击舰，上面大概都可以放到各式的直升机30架，那船身长达232公尺。我们的苏澳舰满载的时候呢是1万吨飞弹驱逐舰，那这个075它满载的时候是36000吨，那当然它还有其他旁边的护卫舰、补给舰。它从冲绳一路绕一圈到高雄的外海40海里，也就在我们划定的领海临街区之外24海里之外，做这个飞弹、做这个实弹这个演习。我个人觉得这个完完全全就是针对2月21号台湾国防部军文社发布一张照片，那个照片是顾立雄国防部长他在主持汉光演习第41号演习的总结的时候，在他的左边，就坐在他的左边，是美国印太司令部连5少将那张名牌出来，人没有秀出来。我们的解读一致都认为这是刻意发布，而且这个刻意发布是台湾这边要发布，还是美国这边要发布？千万不要误会，一定是美国同意或美国要求。美国不同意，我们怎么敢去发布？而在一个汉光演习当中，美国的将军坐在国防部长旁边，而不是参谋总长跟演习的总指挥官，是一个美国的少将坐在旁边，这非常高的政治意涵。而且他还照片拍出来。我觉得075的这个演习就在高雄外海，是针对这个事情。这个是做给美国看，做给川普看，因为他们现在要去了解，到底川普上任到现在满月，他了不了解现在在西太平洋跟南海美国的军事动作还是不断？川普个人理不理解，他的国防部长理不理解，还是说是由底下的这些官员所去策划推动的，还是说是印太司令这边的这个决定？很清楚，从一个我过去在国安的经验而言，这就是一个告知你，让你要搞清楚，在这个事件上，在军力两岸之间的军力对平衡上，那是完全不对等的。那就算你美国在西太平洋的军力，也面临到现在越来越发展的中国大陆的军武，也失去平衡了。所以你在台湾议题上要用这种军事的方式来告知我，你在协助台湾军事演习，那我就告诉你，我在高雄外海演习，而高雄外海的永安港也是我们天然气接收的最主要的一个港口。所以这个就很清楚，在这边台湾在这边自己要了解，你要做什么角色，你要做什么动作。当乌克兰已经猪羊变色的时候，
你台湾还要蹦出来变成下一个代理战争吗？好，请教将军。这个中共啊，这个解放军的海军从冲绳下来，来到这个高雄屏东的外海4海里实施活力演习，可以看得出来，它是远程奔袭作战。一般来讲，它从西边过来，但是它从东边，从冲绳下来，从东边呢由东向西来包抄。一般是由西向东，它这是由东向西。换句话，将来可以两面包抄，它在展现它两面包抄的能力是可以达成的。那他为什么不用只能派内陆直接过来就一跨个台湾海峡那么近，还要这个大老远从冲绳过来，表示他远程奔袭，随时可以叫他在外面第一岛链好，第二岛链所演习的军舰呢，直接到定位，然后实施火力。那变成这个状况呢？那我们这个总统府啊，有说法没有做法，只会他们说明。那你有没有做具体的行动？我认为一定要有具体的行动。他们一直在讲说要展现抗中保台，结果没有了。那中共只要一军演啊，就由抗中保台的模式转到嘴皮保台，现在只能嘴皮保台了，嘴巴说一说。我认为要有一些具体的行动。我认为是不是我们应该展现到我们的决心、我们的信心、我们的实力？我们是不是派着 F4加 F16到马祖、到金门、到乌丘、东引展开威力征询？是不是要展现一下嘛？那我们金门马祖，我们几千个官兵弟兄在我们那个金门马祖，那是我们的领空啊，为什么不派4架过去？不派4架 F16也好，或者4架幻象2000也可以，4架金国号战机也可以过去威力征询嘛？你一个月来一次，或2个月来一次都可以啊。为什么从来不敢做？那求抗中保台模式转为嘴皮保台，那不是只是义和团式的这种想法，精神胜利法这种阿 Q 的精神，我认为不好。要不然你可以派海军，派既得级军舰由北向南，沿着海峡中线来征询啊，也行啊。空军不动，用海军也可以啊。派既得级军舰，派个2艘到3艘不等，从这个北边向南，或从向南向北呢？因为靠近中共的这个火力演习区近了，因为40海里距离高屏外海很近，那就由北向南嘛，你可以这样做呼应啊。要可以这个样，表示我们是有信心、有决心来防卫台湾，结果什么都不做，这嘴巴只会打嘴炮，这个只会行诸于嘴皮，行诸于形式，让人家感觉到是打的是虚拳。我认为我们应该展现我们的信心、我们的实力，不然养军，我们讲的这个建军备战呢，养军千日用于一时，这个时候最好展现的时候嘛。我们也不是挑衅，金门马祖都是我们的领空啊，为什么我们不这样做呢？另外一个。这个在4月1号开始中共的解放军退伍之后对军旗啊，还有他们做宣誓，招必反，就是打仗的时候要招了就回来。所以中共在这个士气上他很重视，很强调我们士气，跟我们刚好台湾做变成一个对比。我们退场机制好多哦，这个时间还没到抢的要退伍，宁可赔钱也要退伍，很可惜。所以我们这个在地方啊，要以敌为师，敌人有这方面的爱国雄心，我们是不是要对军队这方面有所提振，有所照顾？有所对他们的士气有所激励，这样才对啊！把这军人士气提振起来嘛。我们在这样好像就没事了。我们看着中共很好，中国在进步，我们为什么没有比他更努力、更进步呢？我们该做的还是要做啊。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